提司大人问邓子越愿不愿意去北齐，自然是准备提拔他。而且听说二处的老主办年纪大了，准备归老，他又是二处出身。邓子越心头激动不已，跪于范闲面前，沉声说道：全听大人安排。范闲笑了笑，没有继续说什么。经由江南之事，他越发的感觉到，虽然皇帝陛下对他确实十分信任，但依然很绝对地阻止了他与军方发生任何关联。至于他办起事来，手中掌有的绝对实力依然有限，不然他也不会如此忌惮江南总督薛清的存在。坐在龙椅上的那位，连自己名正言顺的儿子都不怎么信任，更何况是范闲呢？范闲知道皇帝如今给了他如此大的权柄，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也清楚对方不会再让他扩大权力了。既然往外索取的途径十分艰难，那范闲就必须将已经掌握的权力掌握得更牢固一些。比如监察院，后陈平平时代的监察院必须换血，必须补充进效忠于自己的新鲜血液。邓子越又向他禀报了一番最近监察院在江南的行动，主旨依然是关于明家。虽然监察院专司监察吏治之职，对于民间势力并没有直接的入手权，但是这个世界上最不缺少的便是官府的理由。监察院已经做好了前期准备，随时可以按照范闲的吩咐插手江南事务，由内库至苏州至船务，由账至库，全方位地对明家进行压迫。范闲目前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一点。既然不能追索到明家的具体罪证，就不可能用官面上的力量进行欺压。江南路的官员都盯着他，如今监察院的工作就是通过对明家商路的骚扰，以及内库运转司在供货上做手脚，进一步压缩明家的进项，让对方的流水银子陷入紧缺之中。只有这样才能够逼迫明家继续大举调银，而手段其实就隐在调银之中。岛上有多久没有传回消息了？范闲皱着眉头，那个足以碾死明家的岛事，最近却忽然陷入了沉寂之中。邓子越听出范闲的担忧，心头也是有些疑虑。泉州分理处也觉得此事有蹊跷，已经派人遣上岛去，大约后日便会有消息传回来。江南地大，由东海之岛要传回消息到苏州，需要的时间太久。范闲清楚，他目前也只有暂时等着。待邓子越走后，范闲这才感觉到有些累，伸了个懒腰，行出房门，在华园中散着步。华园这种天人合一的园子，毫无疑问最能让天一道嫡系传人海棠姑娘欣赏，所以在苏州的日子里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园中静思，而没有出去一觅江南人物风采。所以当范闲在小湖边看到那袭花布衣裳时，并没有觉得意外。钓鱼这种事情似乎并不适合你。他走到湖边坐下，比海棠略往岸上一些，二人保持着1尺的距离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恰好可以看见海棠姑娘稳定不已的肩头，还有头上裹着的花布巾。她的身旁放着一顶很平常的草帽，黄色的。海棠也没有回头，和声回道：为什么不适合？他手中的竹竿纹丝不动，只有竿头点点，似乎是在向水中的鱼儿们问安，并没有夹杂着什么别的意味。范闲笑了起来，沾着青苔的双手在自己的身边胡乱擦了擦。钓鱼也是杀生啊，我教你一个法子，你不放鱼饵，心钓便是。这是他前世看小说时，那些玄妙的小说里玄妙的人物最喜欢玩的一种把戏。没料到海棠仍未回头，也未异动，反是嘲笑道：多无聊的事情，不用饵，难道便是不想钓？心钓，哼，既然求的是心性，你心钓了，自然便是钓了。至于钓不钓得上来，有什么差别？范闲气苦，心想：我只是想聊聊天，何至于便又整出这些虚头巴脑的对话来？海棠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笑了笑：知道你这些天心不静，要不然也一起坐坐？钓鱼极能也静心静。君子远庖厨，更何况罗网猎叉。海棠忍不住白了他一眼，摇了摇头：虚伪的家伙。范闲嘿嘿一笑，往前挪了挪，谁知道臀下一滑，险些滑到了湖里面，惹得他一阵手足慌乱，啊啊叫了起来。湖边有石无树无草，除海棠姑娘外无一借力处，所以他很自然地双手攀住了海棠的肩膀。
海棠肩头微震，便将他的手震开，反手扣住他的腕门，帮他稳住平衡，微笑说道：不止虚伪，连做戏都做得如此虚假，太不用心了。这世上哪有连坐都坐不稳的九品高手？哎呀，世人不知我，多多也不信我，这日子如何过的？海棠一翻手腕，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，很自然地取出身旁的一根钓竿，塞进了范闲的手里。既然想钓鱼，就要有些耐心，不要着急。语带双关，但范闲心知肚明，这说的不是泡妞的问题，而是对付江南局面的问题。他笑了笑，从身旁的小泥罐中取出蚯蚓，挂在鱼钩之上，垂入水面之中，又撒了些朵朵备好的物蟹，入水诱鱼。湖边顿时入了平静之境。片刻之后，范闲清清淡淡的声音打破了这难得的默契。我有耐心，我也不急。江南的局面并不难以控制，而且计划既定，我会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走下去。问题在于，江南看着京都，我却无法控制京都里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里的事情有可能会往我想的方面发展下去，也有可能会突然爆发出令所有人都一时反应不及的大事件。大事件？不错，你知道我是庆国的监察院的提司，那你也一定知道监察院真正的大佬是谁。韦肖恩、南平平，那位陈院长不知害死了我们北方多少子民，我们怎么会不记得他？各为其主，各有心中所持，双方当年是敌，你斩我杀也是自然之事。我只想让你清楚，这位老大人是整个天下我都无法完全看清楚的两个人之一。两个人？海棠好奇扭头看他。不错，哪怕我家皇帝你家皇帝，我都能猜到他们的某些想法与立场，因为他们的屁股坐在龙椅之上，就一定要思考与这把椅子有关的事情。而陈萍萍却不一样。所谓无欲则刚，有容乃大，人之将死不可琢磨。这位老大人究竟想做什么，究竟正在做什么，我是怎么也看不通透。以他如今的地位，完全没有必要掺杂到皇位之争中来。不论是谁当皇子，都要把他好好供着。而且他一直如此平静，也不符合他这一生以来的行事风格。陈萍萍是如今存世的最出名的阴谋大家，这样一位人物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则是天翻地覆。海棠稍一思忖以后，轻声说道：如果不是你不逼我，将令堂与陈院长的关系讲清楚，我一定会对这件事情有另外的看法。包括如今这天下的所有人，只怕都会以为陈萍萍之所以如此看重你，完全是因为庆国皇帝的旨意。不错，而通过你以往对我说的那些事情，我似乎能看到某些不妙的倾向。你是想扶植老三，陈萍萍会不会是想扶植你？难度太大。我的出身有些问题，不把宫里的那些贵人扫干净，我是根本无法入宫。而且谁知道当年的事情背后究竟隐藏着谁？这个事情我总有一天要搞清楚的，只不过现在却急不得。至于你说到院长大人的意思，做皇帝不是做提司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如果他不和我同行，是断不敢自己一个人做的。海棠陷入了沉思之中，片刻后摇头叹息道：想不清楚就暂时别想了。江南只是小鱼，京中才是大鱼。范闲双眼平静，盯着湖面上微微起伏的两根细线，许久之后说道：钓鱼，我始终在担心，是自己钓上来了鱼，还是被鱼拖进了水底里，再也没有办法爬起来。你早就已经在河边湿了脚，想不踏进水里也是不行的。这话倒也是，只是有一种不确定感，我不喜欢这种有事情没被自己控制在手中的感觉。没有人，哪怕是一国之君，也不能够控制所有的事情，只是努力地把握住大势，这已经足够好了。你刚才说有两个人是你一直无法看透，一个是陈萍萍，还有一个是谁？海棠对于这个问题很感兴趣，他也知道范闲对于自己的识人之明很是自信。
连庆国皇帝他自忖都能把握到某些方面的心思，却自称有人是自己看不透的。他很想知道那第二个人是谁。我父亲。其实他和陈萍萍一样，都是很厉害的人物，只不过陈萍萍一直在水面上下浮沉，他却一直沉在水底。我虽然是他的儿子，但也不清楚他真正的心思。对于陈萍萍与范建，范闲均以父辈相待，诚而不疑。在母亲离世之后主持复仇，在14年前京都流血夜中将皇后家族血洗得干干净净，以及后来成长过程之中这2位父执辈对他投予的关心与爱护，都让范闲心生感佩。但是很奇妙的是，偏生就是最亲的2个人，却最看不透。原来你一直心忧的不是江南，而是京都。有这样2位深不可测的人物在你身后，你确实不怎么需要担心江南的事情。我是陛下给那几位兄弟设的磨刀石，这江南的事情，长公主与太子二皇子，何尝不是父亲与陈萍萍给我设的磨刀石？长辈们对我的寄望都很深，我很欣慰啊。欣慰这2个字儿说得无比恼火。2根细细的鱼线依然沉稳无比地陷在温柔的水面之中，并无一丝手腕引起的颤动。海棠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看来你确实不需要用钓鱼来磨练自己的心性。我一向性情坚毅，心境平稳，外物难以萦怀。在女子面前自成优点，对于范闲来说并不是令人尴尬的自吹自擂，而是一种很良好的自我分析态度。你如今究竟多大了？海棠好奇问道，怎么也不明白，如此年轻的一个人，骤握大权在手，处理一方繁杂事务，却依然能够保持如此平静的心态。范闲回得极快，反问道：你今年多大了？海棠抿着唇，双眼明亮，让身前的壁壶都弱了神采，却是不肯回答这个问题。范闲哼了一声，说道：我初8满的18岁。看你平日行事，说你80也不会没有人信。老人们历过春夏秋雨、秋霜冬雪，早已看了世间的一切，所以才能够用那双显得有些淡漠的眼去看透这世间的一切。唯因经历过，方能看清，方能用最平稳的心态、最老辣的手段去面对那些看上去异常繁复的局面。阴谋家的一个必要基础就是他的欲望要少，如此能够被敌人利用的空门才少。所以自古至今，但凡以阴谋筹划之名的人物，不是老头子老太太，就是阉人。年轻人总是有血性的，比如二皇子，比如太子，甚至是长公主，所以他们都会在某些时候做出某些不怎么明智的选择。而像范闲这样拥有2世经验的人，虽然被海棠批了一个80岁的悲哀标签，但另一面他做起事情来也确实像个老头子一样耐性十足。在用夏七飞与明家打家产官司的同时，监察院其余的方面一直沉默着，直到家产官司的风波正要消停的时候，监察院出手了。一时间，江南路有许多官员被礼貌无比地请到4处驻江南路巡查司衙门喝茶。人人都知道，监察院的茶是地道龙井，茶香四溢，但是没有哪位官员愿意去饮茶。虽然看在薛清总督大人的面子上，江南路的官员并没有几人被扣押，但是在喝茶聊天的过程中，监察院方面偶尔谈及的一些经年旧事，依然让那些官员们无比胆战心惊。回府之后，便开始头痛无比地考虑自己的前途以及人身安全问题。与此相应的，受到提醒的官员们也注意到，对于明家的保护不可能再太多地走在明面上。另一方面，监察院也开始对明家的生意进行骚扰，虽然不可能直接拿人扣货，但是以侦查东夷城奸细为由，1日之内明家商铺开始被官府检查，而明家车队船队在运货的过程中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麻烦。虽然除了一些夹带私货的小罪之外，监察院并没有抓到明家什么大的把柄，但是连番骚扰之下，成功的迫使明家庞大的产业系统运转速度减慢了下来。商行讲究的便是货物运送折成现银的来回速度，就像是一条生生不息的大江一样。如今监察院就像是无数的沙石缓慢地沉入江中，江水的流速一缓，泥沙也沉积下来，本是一潭活水，如今却渐成泥泞，行动不便。监察院此举用的人力最少，
引起的议论最小，达成的效果却是相当不错。明家在付出了内库巨额标银之后，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到流水有些捉襟见肘之感。如今又被监察院骚扰着，流水越发有些不够使用，开始被迫向太平钱庄调银。同一时间，长房明清达也开始在暗中向招商钱庄牵来汇票。感谢收听本集《庆余年》。